本节目由安慕希赞助播出，陪您一起收看情情日常。用一个词特别贴切，就是意气风发，那当然是田曦薇喽。好晴天霹雳的问题，用真心就可以。少主于我，我龙傲天誓死保护刘波，我田曦薇誓死守护李薇。Hello， 神剧亮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小田曦薇。你眼中李薇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我眼中的李薇是一个善良、伶俐，然后活力四射的小太阳。李薇身上有没有让你非常欣赏的特质呀？我很喜欢的她的一点就是她很跳跃，是那种很有活力、很新鲜、很有生命力的跳跃。就是可能现在也年纪大了嘛，然后就是很多时候都比较沉静下来了，但是她是那种很活跃，然后脑子转的也特别快，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点。这一次拍摄《亲亲日常》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呢？有，因为我第一次跟那么多女孩子一起排戏，因为我们剧里面大家可以最后数一数一共出现了多少女孩子，然后给我的体验就是大家的交流都特别的简单和真诚，大家都是那种很善良很热情的人，让我觉得整个剧组的氛围特别好。第一次接触《亲亲日常》的主创团队，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第一印象用一个词特别贴切，就是意气风发。他们的专业呀，他们的热情啊，他们的纯粹，都是能给人很强烈的冲击感的，就让人觉得很幸福。和其他古装剧相比，《亲亲日常》的特别之处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很现实的理想国，其实剧情有很多点都可以折射到现在的一些就是相处的情况嘛。说它理想国的原因就是这一切都会以一种很美好的方式去结束。剧中你觉得最有趣的互动是哪一场呢？最有趣的其实要到后面李薇做生意，这个涉及剧透嘛？反正就是大家一起在干一件事情，在开业的那一天，那些女孩子都在一个店里面忙忙碌碌，就感觉特别温馨，特别和谐。那一场是我觉得最打动我的一场。在剧中李薇很懂吃，这一次拍摄有没有吃到爽？有吃到爽。那段时间我爱上了吃糖醋小排，然后就基本上道具哥哥每一次糖醋小排都要买很多，就是怕大家不够吃，因为我们剧组的饭菜真的很好吃。当时拍的时候就是猛吃，就是自己吃自己的，先把自己饿2天。你和李薇相比，谁对美食更有研究呢？小吃货李薇吧，她更有研究，她属于那种精湛美食家类型。生活中没有奶茶和没有辣椒，哪一个更让你难以接受呢？好晴天霹雳的问题。这个我觉得失去辣椒更难接受吧。就是不是一定要吃辣椒，但是不能没有它，就是这种扭曲的心理。在小厨房做面食那场戏非常的热闹，当时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呀？有，就是除了和面、拉面什么的，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是，没有一个人是干干净净走出厨房的，就大家从厨房出来的人都是白白的。如果是田曦薇、李薇和卢婉婉3个人一起下厨房，谁的厨艺更胜一筹呢？那当然是田曦薇喽。因为李薇她是属于那种她对吃的很有研究，也很喜欢吃，但是她比较笨手笨脚。卢婉婉她是一个甜品师，然后对做甜品也特别有自己的想法，但他们2个都是我的人。我是他们俩加起来的总和，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强了。在剧中李薇可以被很多人喜欢的原因是什么呢？用真心就可以。其实李薇她不仅仅是那种小傻瓜，她还是一个很伶俐的女孩子，就是观察身边的人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然后了解他们的需求，真的设身处地的为别人着想。这样说起来她好适合当销售啊。所以就是大家对于她的态度肯定也不会是那种很恶劣的，因为她本来就是一个很善良很可爱的人。你知道用真心就可以最近在网上特别火，少爷和我，你有看过吗？有，当然有，没看过的都不要和我说话。少爷和我，那是我好朋友推荐给我，他说你一定要看刘波、刘海、刘疤。我说那是什么东西？
我真的是一整个爱上，然后我分享给经纪人，分享给身边所有能分享的朋友。我说一定要看，如果不看，大家就可以互删了。用龙傲天的方式给亲亲日常打打 call。那句原话怎么说来着？我龙傲天誓死保护刘波儿，我田曦薇誓死守护李薇。如果给亲亲日常改个名字，你觉得可以叫什么呢？少主于我。剧中是一个先婚后爱的设定，你觉得李薇和尹峥谁在感情当中更勇敢一些呢？我觉得是李薇比较勇敢吧，因为她从小生活的世界跟尹峥比起来，他的世界太小，然后也太单纯了。尹峥生活的新川宫是那种很大很复杂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他有勇气去克服这些未知的恐惧，是一个很勇敢的人。就是他在一些选择上就很能体现出他的勇敢。一起看变脸那场戏，李薇有心动吗？有吧，应该有。其实萌生爱意的契机点并不明确，就是没有很明确的一个点让尹峥走进李薇心里，因为他们俩爱意的产生其实一直是在生活中，是尹峥对他的好一点点的渗透到他的心里，那应该是李薇发现他自己喜欢上尹峥的点，是圆满的。我觉得过程已经很圆满了。和我们展开讲讲李薇喜欢上尹峥的表现吧。那应该是快要失去的时候吧。应该是就有其他比他力量更大的人来争夺他心爱的人，他这时候会比较感受到危机的感觉。剧里面是谁先对谁表白的呀？预测一下观众们围观表白戏份时会发出的弹幕吧。应该是尹峥对李薇先表白的吧。如果一直追剧的观众应该都会说，你小子终于尹峥为李薇做过的事情当中，你觉得最浪漫的是哪一件呢？目前我觉得感动的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他把李薇的父母接进宫这件事情。和两位前辈演一家人感觉怎么样？感觉就是太爽了，哇！就是我很喜欢就是那种演员之间互相传递情感，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胡歌老师、袁文泰老师还有弟弟，然后他们要回家，就跟我告别那些话，然后胡歌老师就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就看着我跟我说那句话，我就感觉我进去了。就是真的是把他当做自己就将要远行的父母。合作前后，白敬亭有没有带给你一些反差呢？没有反差，就是他一直在我印象里，不管是从电视剧里面看到的，还是就是前期接触下来，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到片场他就更认真了。你觉得白敬亭是你合作过的男演员中最什么的？最会打篮球的人。就是他是我合作男演员之中最有逻辑性的一个人。对于正在热播的《亲亲日常》，有没有预期的目标呢？预期热度，预期就是越高越好。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说，这个剧播得好播得不好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完成这件事的心情了，因为我们在完成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已经得到我们想要的，但是还是希望它好。总结就是越高越好。达到预期热度了，会不会给大家上才艺？那看要高多少吧。我们最近一直在网上围观你种田。种田这个可太好玩了，希望大家都来看一看。真的很好玩，而且我们这个剧的风格质感还有里面纸片人的那种人物的感觉都是很新鲜很新鲜的，很吸引人的，反正我自己很快乐在里面。网友们都说你是被刘海压抑住的御姐，你怎么看？但是我是觉得自己不是甜妹，就是不是那种很软的性格，就是有刘海没刘海都一样。其实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保持元气和活力的要义是什么吗？我前段时间还跟我的好朋友聊，我问他，我说我最近是不是话不是很多了，然后他就说这2年好像都不是很多了。我可能是长大自己的想法会有些积淀吧，但是我觉得保持元气和活力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那是你生命力的表现。要诀就是保持好奇心和创造力，就是把你的思维打开，把思路打开，格局打开。最近看你又回到了热衷于分享的状态，想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剧背后的有趣的事情，因为它真的很值得。最近最让你感觉到治愈的事情是什么呢？前几天出去工作吧，其实怎么回事？
怎么采访采成这样？因为就是其实剧组特别忙，就是轩轩这个团队想要我就是有更好的工作机会，然后去争取剧组的请假时间什么的，但是他们都一直在协调，就是这是一件很治愈我的事情，因为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我肯定可能半天就炸了，这个还是蛮治愈我的，就是大家一起的力量。剧组里面比你更能吃辣的人是谁？没有了。剧组里面谁经常传播自己的家乡话？苏轼老师的家乡话。他有教你们河南话是吗？你既然知道苏轼老师是河南人，我们经常在一起。最常用的一个拍照姿势是什么呀？剪刀手吧。田曦为了自拍都很好看的秘诀是什么呢？45度。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很喜欢安利的人吗？会，必须按头。就是我特别喜欢的话，我会就是那种强喂，我说一定要看，如果不看，大家就可以互删了。因为我整个人就是特别挑剔，所以就是我觉得好的东西，大家一定会觉得好。这部剧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给我们20分钟的机会，半集的机会，真的很好看。如果被你安利的人和你要会员卡怎么办呢？可以啊，你不会要吧？我们给你准备好了一张。好呀。不会是年费吧？那我有。行，明年我就不买了。哎，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我提前把剧情都看完了。你都看完了？说2集给我听听。微你50，把剩下30集的剧情大概的讲解给我。如何每周3准时 get 神剧亮了最新节目呢？打开爱奇艺 APP 搜索神剧亮了官方，一键订阅，或扫描2维码关注爱奇艺电视剧微博、微信公众号，掌握最新剧透，追剧不再 lay back。